今天直接被震惊。Yuki 讲，你这个是还活着的意思吗？今天去的这家河豚店是不是有点新鲜过头了？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东京银座最近有家河豚店口碑非常的爆炸，这只应该就是我们前天预定的 Yuki 酱，只是没想到 Yuki 酱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忧郁啊？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我们本来是想预定包间的，但后来为了更清楚的看到 Yuki 酱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吧台。然后因为已经预定了套餐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用看菜单了。桌上有写一些河豚奇怪的吃法，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前菜，河豚鱼皮。河豚皮应该是河豚身上最 Q 弹的一个地方，红色的那个东西叫做红叶，甜辣味道的胡萝卜丝儿，这道菜吃起来就像在嗦面一样。但河豚皮和那个恰到好处的酱汁真的是神仙搭配。第二个菜是一道大前菜，河豚刺身。虽然说它是前菜，但它一直是我在河豚料理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吃才能感受到 Yuki 酱的味道。吃法的话还是老吃法比较香啊，不过你不按这样吃的话也没关系啊，用河豚肉卷一点鱼皮，再把葱和红叶卷进来，柠檬的话可以挤也可以不挤，我是喜欢来一点点，最后再蘸一丢丢这个臭橙醋，这个醋也是这道菜的精华，它的味道刚好可以衬托出河豚肉的鲜美，蘸太多的话就会盖住它。日料中的一股清流，特别好。第三个菜叫盐烤白子，白子你们懂的吧？就是河豚装那个的地方，挤上一点柠檬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这个味道，就是烤胆固醇的味道，里面的东西像豆腐一样，吃香的但也很稠。然后还有一道姊妹菜叫天妇罗白子，这个我觉得最好是撒一点点盐，吃起来真的是炸鲜奶本奶了，口感几乎一模一样，不过它就是咸口的炸鲜奶。下一道菜是油炸 Yuki， 这个我觉得直接啃就行了，切下来的肉还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有点过瘾，吃个刺身轻轻油腻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菜了，河豚小火锅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肉不拿来做刺身啊？总之把肉和菜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。不过河豚肉不能煮太久，因为那个肉很容易就煮没味了。但不得不说那个味道是真的巨鲜，就是这样煮出来的河豚，就算你不去蘸那个酱料，也会有一股淡淡的柚子味，就贼高级那个味道。这回就是刚才还在跳动的 Yuki 酱。不管肉里还是锅里都是没什么油的，就是两个字鲜嫩，特别好吃。然后就连蔬菜都会染上河豚那个味道，所以最后煮出来的那锅汤也是精华。用它最后直接煮了一锅小米粥，服务员还会给你发这种海苔，用它卷着饭吃也是神仙味道。哇，真的谢谢你 Yuki 酱，给我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体验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夹心冰淇淋。就整体下来还是感觉特别的满足，因为菜品实在是太多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为什么这么难约呢？杀死比尔这部电影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里面的很多名场面就是在这家店拍摄的。找到这家店也要多亏了 NONO。这家居酒屋的结构超级复杂，这里总共有3楼，楼上是各种各样的包间。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的无限城。我记得当时电影里面比尔就是从这里打，然后打到了外面，最后在1楼打败了 BOSS。好的，虽然这个地方很传奇，但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来填饱肚子的。这是服务员推荐的黑毛和牛串，98块钱一串，我们点了3串，这个亏好像吃的有点大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们又点了满满的一桌。那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吃呗。这家店吃下来，我比较推荐的菜品是杏鲍菇和鸡肝，然后是鸡皮和肥牛芦笋，肥牛都是先炸过一遍再裹上去的，鸡胗和鸡翅特别香。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香菇肉丸，这种做法我还是第一次吃，烤香菇加上鸡肉丸子的味道真的太神仙了。吃完这么多烤串，最后再来一碗糯糯的玉米丸子，今天我又胖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继续玩野的千人混浴。日本果然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，我最近好像是混浴混上头了，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快不行了。这个地方在伊豆的下田市，是一个海边的温泉旅馆，这个温泉非常的大，一共可以容纳下500对情侣，池子也有很多个，而且都是混浴池。办理完入住我们就脱吧，这里都是很和风的感觉，虽然都是木质结构，但是都很干净。大池子里面还有几对夫妇，旁边是一个中等大小的露天温泉，源泉就是通过这根主管流下来的，白天泡温度真的刚刚好。对了，这家温泉现在只有一个老奶奶在管理，买完票之后就没人管了，大家全靠自觉。然后泡完之后也不要忘了护肤。其实这种时候脱神仙水的话，效果真的很好。这次我买的是230毫升日本本土版，经常日淘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本土版和出口版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今天小黄车购买还有优惠，想买更多产品可以去豌豆公主的 APP， 不仅日系好无多，还保真，甚至还可以选日本直邮。好啦，说回正题，在你享受温泉的时候，老奶奶就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。我必须得说一句，这种海边的和食料理就是好吃，这是我泡了这么多温泉以来是我最喜欢的一顿了。而且第二天的早饭也是海鲜，这样下来一整天才几百块，这样的海边旅馆我真的太爱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原来这样的童话小镇是真实存在的，太美了。但是等一下，我们还是换个配乐吧。好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现在我们就在银山温泉了。这个不管是在 ins 还是在抖音上面都特别火爆的温泉小镇，这一共有13家日式旅馆，都不便宜。虽然已经被当地的日本人订光了，但通过我的哥们儿，我们还是搞到了一间房，非常 happy。跋山涉水，涉水跋山，在经过了一片长长的雪墙之后，我们总算是到了旅馆门口，非常和风的房间。果然泡温泉还是要住这种地方才舒服。店员会帮你量身选好和服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门吃雪了。哪个北方人跟我说的雪是草莓味的？还好旁边有一家日式果子铺，最好随便买一点甜点，可以在泡温泉之前补充一点糖分。然后这里的温泉都是包场制的，不分男女，也不会管你几个人，想泡多久就泡多久。每个池子也有写自己的成分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池子。在你泡完之后，还会给你准备一桌丰富的和食大餐。像这样的和食，它的菜品种类都异常的丰富，所以和食吃起来特别的有仪式感。吃完之后，如果外边还是白天，可以逛逛小店，泡泡足汤。晚上回到旅馆还可以继续享受温泉。这样2天1夜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幸福了。所以你
你会带它来吗？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朋友家的猫在和病魔斗争了1个礼拜之后，还是去了喵星，所以这期视频还是有点特殊。今天就是小猫咪的葬礼了，其实也不是葬礼，就是一个火化的告别仪式。因为在日本，只要宠物过世之后，就会有安葬宠物的公司来提供各种服务。我们在去朋友家路上的时候，进行火化仪式的师傅告诉我们要提前买一束花。其实我朋友在照顾猫方面还是做的挺好的，各种小猫咪用的、吃的都还是买的比较好的那种。但是因为猫咪还是太小的原因，所以很多检查都做不了。然后医生就说只能暂时在家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半个小时就会给它擦一次鼻涕，但最后还是没有撑过去。可能还是因为小猫的体力最后跟不上了。殡仪社的人来了之后，让我们准备了小猫咪生前爱用的一些东西，包括猫粮和毯子呀这些，说是待会儿会一起火化。整个仪式的规模其实在网上就已经先预定好了。我们选的这种规模其实是比较便宜的。师傅说花几十万举办葬礼的人也不少，火化的地方就在一辆专门火化用的车里。在做好各种手续之后，就要开始仪式了。主人可以选择把花呀、玩具啊放在猫猫的周围。然后最让我心痛的是，就是在把宠物推进去之前，师傅会留给你一段时间，让你最后的抚摸你的宠物。就本来大家还克制得住自己的心情的，就是这最后的一波场面就极度的失控了，然后大家就哭成了一片。然后之后的东西就不能再拍摄了，2个小时之后就会把骨灰盒给我们。然后这个地方会讲很多的注意事项。这个时候我就感叹，就是在日本养宠物虽然很贵，但在宠物关怀这一点上，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是做到了的。因为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嘛，所以今天还得去车站买一点伴手礼。这次就买一点京都比较受欢迎的和果子吧。我感觉日本的和果子就是你自己吃的时候觉得很贵，但如果是送礼的话，就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贵。我看这家店学生还挺多，估计也贵不到哪儿去。买了2份也才70块，哎，感觉还捡到了便宜。而且感觉这种和果子的包装一般都还挺精致。挑完了伴手礼也得满足一下自己的胃了。今天我们就在17家速战速决吧。啊，又上新品了，感觉它和松屋吉野家的战争就没有停歇过。今天就吃一个菠菜牛肉咖喱吧。我记得我刚来留学那会儿打完工的时候就经常吃这个，便宜又管饱，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菠菜的味道，特别是在你吃惯了那些大鱼大肉之后，哎，回归一下17家还是非常幸福的。怎么感觉像是我在装逼？没有哈，我就只是想说17家的味道还是这么的淳朴和王道。哎，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，没有打广告。我还单点了一个鲑鱼，这个贼下饭，这样一顿下来也就50块的样子。我个人觉得17家的牛肉咖喱的味道比普通的日式咖喱味道要重一点。如果觉得咸了，你其实可以少蘸一点咖喱，根据自己喜好来吧。再搭配一点鲑鱼，营养还是到位了的。所以学生党和上班族都很喜欢来这儿，还很适合穷游党。吃完我又追加了一个他们的新的甜点栗子布丁，这个小包里面装的是那种脆脆的可丽饼粉，撒上之后和布丁一块吃，口感就很奇妙。最后总共花了60块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自从上次浴球的视频火了之后，我就从国内订了超大一箱的浴球过来，超重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。当当。首先是他们家的 No.1， 买之前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特别可爱，闻起来也是甜甜的那种，叫彩虹屁。然后这个是牛油果浴球，这个造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？别的我还买了一大堆的沐浴油，主要是看到之前欧阳娜娜也在推荐这个，就忍不住剁手。接着这个就是我今天最期待的巧克力盒，包装还挺有质感，里面的东西还算丰富，主要是10种转转浴帽，还送了一个专门的泡脚桶，是不是在办公室也可以泡脚了？而且据说每一颗的气味和作用都不一样。正好今天也是在名古屋出差，就一起来看看日本的温泉酒店长啥样。一般来说男女还是分开的，然后就是在进池子之前一定要先洗一遍澡，接着就可以泡一个美美的温泉了。不过不知道你们泡完澡会不会像我一样，真的瞬间就饿了。这种时候呢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，走吧，深夜觅食，什么炒饭、小笼包、生煎包一个都不能少。减肥的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哇，话说生煎包你们喜欢吃哪种馅儿的？怎么吃回来感觉还是猪肉最香？吃好了就回酒店吧。我发现几乎每个日本酒店都会有这种洗衣房和漫画屋，然后每一层都还会有吸烟室和制冰机。不过这种温泉酒店我最喜欢的还是它一般会有专门卖冰牛奶的机器，几十种口味随便一挑。泡完温泉来一杯这个真的一发入魂。好啦，逛完了就回房间吧。我们来试一下刚才的泡脚球。现在整个房间都是淡淡的桃子味儿，里面每一颗都有不同功效的精油，真的太适合我们这种每天都到处跑的上班族。泡完这个之后特别缓解疲劳，又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晚安，卡玩意儿。